道，我们是正话直说，如果有一天美元彻底跌落神坛，不再是全球第一的储备货币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会不会瞬间土崩瓦解？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的底层逻辑，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最近中东的局势简直是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，完全出乎意料，一场震动全球格局的巨变正在上演。我们先来看看真实的战场细节。伊朗在短短20个小时之内，毫不留情地直接击落了美国2架战斗机，一架是 F-15E 双座战机，机上2名成员，目前只救出1人，另一架是A-0战斗机，甚至连前去搜救的黑鹰直升机都被直接击伤了。这个画面是不是极具冲击力？这简直就是一次彻底的打脸叙事。大家回想一下，之前美国政府的说法是什么？川普信誓旦旦地对外宣称，美军已经完全掌控制空权，说伊朗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，甚至狂妄地放话，2到3周之内就能顺利撤军。可是现实情况呢？残酷的现实把谎言戳得粉碎。美军不仅没有保住制空权，战机反而接二连三地被击落。曾经不可一世的航母战斗群，现在连霍尔木兹海峡的边都不敢靠近。表象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极其强烈的矛盾和反差。现在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，旧有的全球霸权体系正在剧烈动摇，伊朗已经完全掌控了这场冲突的升级态势，美国的威慑力正在肉眼可见的衰退。那问题来了，面对这种局面，如果美国真的派出地面部队强行入侵，会发生什么后果？随着全球去美元化进程不断加快，如果美元真的失去了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，美国的经济会不会彻底熄火？为了看透真相，我们必须要进行深度的机制拆解。大家要知道，打仗打的是后勤，地面部队一旦投入战场，最关键的就是持续不断的补给，没有补给，再精锐的部队也只是待宰的羔羊。现在美军连海峡都进不去，没有制空权，根本无法安全投送补给，更别说集结30万大军需要长达1年的时间了。分批投入只会变成葫芦娃救爷爷，完全就是个烂摊子。既然军事手段失效，那维持美国霸权的核心机制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就是石油美元。美元霸权的运作逻辑很简单，全世界都必须用美元来做贸易，必须用美元来存外汇和购买资产。美国只需要开动印钞机，就能轻松换取全世界老百姓辛辛苦苦制造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。也就是说，你负责生产劳动，我负责印花花绿绿的纸，然后用纸把你的财富买走。这听起来是不是爽翻了？但是我之前就反复说过，看问题要看透本质。我们要问2个核心问题，这个机制的好处到底是什么？这些天大的好处又究竟流向了谁？真相非常残酷，这些从全球收割来的惊人红利，根本没有流进美国普通打工人的口袋里，而是全部流向了华尔街的金融资本，流向了那些跨国寡头，流向了手握大量核心资产的极少数富人。这是一个极其扭曲的财富分配结构，只有 1% 的顶尖精英拿走了高达 90% 的利益，普通人不仅没吃到肉，连汤都喝不上。美元体系在设计之初，本质上就是为了服务财阀集团的。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抢夺来的利益，凭什么分给底层的平民？美国用纳税人的钱发动战争，抢夺石油资源，但是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变得便宜了吗？并没有。开战之后，美国的油价反而暴涨了 50%。那些抢来的巨额财富全都涌入了美国的股市和楼市，资产疯狂增值，获益最大的永远是那些拥有10几套房产的超级富豪，而普通的工薪阶层依然只能苦哈哈的租房住。美国 10% 的人拥有了 90% 的股票，股市涨得再高，和普通老百姓也没有半毛钱关系。相反，普通人面临的是什么？是工资常年停滞不前，是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。因为美元过于强势，导致美国出口的商品在国际上变得非常昂贵，制造业的竞争力大幅度下降，工厂为了活下去只能被迫搬到海外，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就业岗位就这样彻底流失了。这就是产业空心化带来的惨痛代价。精英阶层赚得盆满钵满，普通老百姓却要承受去工业化的苦果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我们得出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结论：美元霸权如果终结，美国并不会立刻崩溃，影响也绝对没有大众想象中那么极端。
去美元化绝对不会让美国一夜之间沦落成印度那种水平。权威数据表明，美国人目前的高生活水平中，只有1/4是依靠金融霸权红利带来的。如果失去了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，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大概会下降27%左右。换句话说，美国只不过是从全球最顶尖、最富裕的国家，慢慢回归到一个普通发达国家的正常水平，大概就和现在的欧洲差不多。它依然会是一个富裕的国家，真正害怕失去美元地位的，根本不是美国的老百姓，而是那些靠着金融霸权吸血的资本大鳄。普通老百姓反而会因此得到真正的解放，再也不用去当维护霸权的炮灰了。当然，短期影响肯定是客观存在的。我们来分点说明一下对普通人的具体冲击。短期内必然会经历阵痛，首先是通货膨胀可能会快速上升，失去霸权支撑，美元不再那么强势，进口商品立刻就会变贵，老百姓的购买力会实打实地下降。其次是利率的飙升，以前全世界都抢着买美债，美国政府借钱的成本极低，以后借钱变难了，成本上升最终会传导到普通人头上，房贷利率会上涨，车贷利率也会跟着涨，很多家庭会陷入沉重的还贷压力之中。另外，那些高度依赖进口原材料的企业，生产成本会大幅增加，为了生存，他们可能会选择裁员或者降薪，这会直接冲击普通人的就业和收入。但是只要我们把目光放长远，上升到5年甚至是10年的长期视角来分析，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天地。这些短期的阵痛恰恰是孕育结构性变化的机会，去美元化反而会成为美国彻底摆脱对金融过度依赖的契机。这是一次重新回归实体经济的潜在机会。这里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？我提炼出一个核心原则，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强弱的永远是实打实的生产力，而绝对不是虚拟的货币霸权。我们可以用3要素模型来理解这个底层逻辑：资本积累、劳动力素质和技术创新。只要这3个核心要素不垮，这个国家的经济底座就稳如泰山。美国的真实生产力依然极其强大，这种强大不是靠印钞票印出来的，而是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和产业体系。抛开美元霸权不谈，美国依然是全球第1大农产品生产国，玉米和大豆的出口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。一个美国农民通过极高的生产效率，可以养活100多个人。美国还是全球第1大原油出口国，早就实现了高度的能源自给自足。在制造业和科技领域，苹果手机依然畅销全球，特斯拉依然是行业的标杆。不管是英特尔的芯片，还是英伟达的显卡，甚至是微软的操作系统，这些都是靠实打实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打下来的江山。美国还拥有全球最顶尖的大学和人工智能人才储备，航空航天工业更是全球顶流。这就是为什么去美元化压根儿打不垮美国。财富的根源在于高效的生产效率，在于一个工人能创造出远超他人的价值。所以真正的反转来了，未来真正的风险点根本不在表面的货币贬值，也不在那些看似吓人的债务和财政赤字上，真正的致命问题在更深层，在于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，在于美国政府极其失败的制度结构。我们生活在信用货币时代，货币本身没有内在价值，政府把钱花在哪里，才决定了国家的未来。现在的美国政府就是在疯狂地把钱花错地方，这就是最大的危机。他们搞劫贫济富，把军费极其夸张地提高到了 1.5 万亿美元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穷兵黩武的行径。但与此同时，却在疯狂削减真正关乎未来的科研和民生预算。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预算被猛砍 40%， 疾控中心、环保局甚至美国宇航局的预算全都在被大幅度削减。这种畸形的支出结构简直是自掘坟墓。几万亿的军费既不能提升国家的生产能力，也不能创造优质的就业岗位，更不能改善普通人的生活。它只能让军工复合体那些嗜血的资本家数钱数到手抽筋。科研投入的锐减会直接阻断技术创新的源泉，让美国的生产力逐渐落后于人。公共服务资金的干涸会让普通人的教育和医疗失去保障，生存压力急剧恶化。这才是从根子上摧毁美国的劳动力基础，把钱拿去挥霍，而不是用于长期投资和提升整体经济实力，这才是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最后，
我们要进行价值观的收束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，真正的财富不是靠掠夺得来的，而是靠踏踏实实的劳动和生产创造出来的。我们必须坚持长期主义的普通人视角，去美元化的历史进程不是为了让美国彻底崩溃，而是为了彻底终结不合理的霸权体系。它是要让全球经济重新回归本质，让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普通人都能通过诚实劳动去获得应有的财富和尊严。这就是历史浩浩荡荡的必然趋势。